这次讲那个大圆满前行的同时呢，也要这个修行，修行的内容呢，是根据这个无光尊者的心性修习的实修法的内容，来给大家这个传讲。我用这个简单的这个语言呢，就是给大家做每天的这种修行的这个引导的这种法义。接下来过后呢，我们要这个共同的这个修行啊，就是共同的这个修行。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引导法啊，这个修行法呢，就是2-3天当中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观修。观修的，如果医院时间全部居住的话呢，那么每天的这个4座，如果实在不行，也是每天的这个修2座，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呢，就是要不断的这个下去。仅仅是我们理论上知道，而没有这个心里面想的话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每次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就是首先呢，应该对这个上师三宝有虔诚的信心，以这样的这个信心的基础上呢，念诵那个皈依偈啊，就这个皈依偈呢，平时我们开显解脱道里面的这个皈依偈颂也可以，或者说你其他的一些传承上师这个金刚语的皈依偈，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要发心，就是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呢，就是我要这个修行大圆满前行法，就这样。一边发心，一边呢念诵那个发心的这个偈颂，然后呢，就反反复复的这个自己啊观想，就我这次呢就没有就是堕入到这个八部下当中去了。如果我转生到这个八部下里面去的话呢，那就不单是没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机会而且呢，连真正的这个珍贵的人生都是得不到的。所以说反过来说，我这次就是获得了。这样的这种下满的人生是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是这样来这个想。然后这个八部下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如果我们转生到这个地狱里面呢去的话呢，寒地狱和热地狱就每天都是感受就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就寒热的这种痛苦，那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机会和时间，就是不可能有的。这个道理呢，大家也心里面一直想，就这个没有什么不会想的。幸好我没有转生到地狱，地狱里面肯定没有修行的机会，一直这样想。然后过了之后呢，幸好我没有这个转生到这个恶鬼里面去。如果转生到恶鬼里面去的话呢，那恶鬼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感受这个饥饿的这种痛苦，根本不会有这个修行的时间就这样想。然后有想到这个我这次呢，就是没有转生到这个旁生当中去。如果旁生里面去的话呢，那旁生每天都是互相担视被这个给意识或者呢，就是人类就是被他就是迫害就这样以后根本不会有修行的机会。我们身边的这些这个牛马羊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大熊猫就是什么这些旁生，实际上人们认为是比较好的这些动物的话呢，也不会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我这次真是这个很开心，就是没有转生到三恶趣当中去。然后同时有想到就是我就如果转生到这个长寿天里面去长寿天的话呢，那就每天都他就是住于一种这个无念的这种禅定当中，书界也是不可能就是醒过来的。所以呢，我不可能有这个修行的机会，就是最后那个长寿天呢，一般剩一个谢见而堕入这个就是下方的，所以我没有这个转生到这个长寿天，就是非常的这种快乐，就是心里面反反复复的应该这样想。然后我想我这次呢，就是没有这个转生到这个边壁地狱就是边壁的这种地方。如果我转生到边壁的地方的话呢，那这个佛法的这个光明呢，就是佛法的这个闻思修行教法正法呢，就是什么都是没有的，就这样不可能有这个修行的机会。然后我这次呢，如果转生到一些这个歪道里面去的话呢，那这个歪道呢，就是平时的思想绪都是被这个各种可怕的邪见就是所束缚，而没有呢这个修行的机会。但是我这次呢的确是也是转到人生，并且是具有这个正见的，因此呢就是也很欢喜。
如果我转生到一些暗界啊，就是佛没有出世的，连三宝的名号也是听不到，那我不可能有这种修行的机会。但是我这次佛法兴盛的这种冥界当中，就是真是很这个开心的。然后有想到，我如果转生到这个就阴阳，就是也就是说是这种这个一根不具足的这样的这个人道当中去的话呢，那不可能就是看为这个发起的。可是我这次呢，就是的确也就是就是转生到这个人间，而且自己的六根呢，就是全部这个具足啊，应该呢就是升起极为的这种欢喜心啊，这就是我们以前也是反反复复讲过很多，就是这个八无暇，就是无暇的话呢没有这个空闲休息，而我呢没有转生到这种无暇当中，有闲暇、有时间、有空闲呢，就是修行这个佛法啊，就这一点呢，我看我们在座的各位啊都没有什么不会想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内容的话呢，就是然后大家就是一起这个想就是地狱恶鬼旁生，然后呢就是常数天呐，就是鞭辟人呐，还有那个就是外道以及这个阴阳就是暗界，就是这些里面没有转生，而我转生到这个真正有佛法兴盛的地方，真的实际上也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想？你好好的这个想一下，其实我们现在不论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边别地很多地方是比较多的，但是包括起来的话呢，应该就是除了这8种这个众生以外呢，就没有一个不包括的，就是全部都可以。所以我幸好这次呢，就是没有转生到这些当中。如果转生到这些里面的话呢，就是绝对不可能这个修行佛法的。尤其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呢，就是连这个三宝的名号都听不到的一些边鄙的大城市里面的这些人都非常可怜。幸好我没有变成到这个他们的这个人群当中去就是一直心里面这样想，这种欢喜心呢，我看每一个人的可以能感受得到的就下面呢，我们这样就是一起这个观修就是观修这个5分钟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回向善根，我这次所修的这个善根呢，就是回向于所有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这个功德非常大的。我们通过这样修行以后，真正能找到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修持，光理论上的话，恐怕就是找不到感觉。所以呢，大家共同修行。好，这个观修方法还是不断的修一天的两三天这个修的时候呢，不是什么坐禅，那个时候有些人也不要安住于什么无念当中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思维，要这个思维，就是很多道理你就想吧，现在外道徒那么多当中，我不可能就如果我转生到那里，我是一个邪见者的话，多麻烦呢。其实我们每一个道理就心里面一直真的是很麻烦呐，就心里面这样可以想。比如说我们现在边鄙的人呢，就是在城市里面那么多的这个人呢，就是我这样的学佛的，遇到真见的真正有空闲修行的人没有。你看社会上的那么多的忙忙碌碌的，所以你把这个每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己好好的就是在内心当中去想的时候呢，你就会自己就真正感觉到这个不是口头上说的人生难得，就是你以后呢，就是你看见那些人群的时候，看见一些大城市里面的人，或者看见旁生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我幸好没有变成这些。我们如果以前没有修的话呢，我们看见旁生也这是理论上说的旁生，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感觉的。如果我们通过很长时间这样修行以后的话呢，看见旁生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生难得是很不容易。看见一些不信佛教的外道徒的时候呢，就知道说我这个心就是获得了这种下慢人是不容易。所以每一个这种引导的内容呢，不是这个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什么都不观想，就是这样，就什么分别念都不起。我们这次不是这个要求，一定要把这个内容呢，先最好看一下。看修的时候呢，不用看，就是里面的内容基本上你就清楚以后呢，你再进行思维时，你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上师们呢，
以前这个修家行的时候，反反复复的这样想，后来呢，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他会用得上的。所以我们这次也非常这个希望，就是大家都让就是得到一些感觉和感受。就是我觉得呢，就大家共修和自己这个一人这个修行的这个力量都是很大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分辨量呢特别奇怪的，就是不一定让赎回来，经常就是这个好像这个胡思乱想会有这样的。但是长期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困难。我都有时候刚刚这个城市里面回来，就是讲第一堂课的时候呢，好像兴致赎不回来一样的感觉。然后讲了2、3堂课以后呢，就这个感觉就比较不错。所以你们刚开始1、2次入定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困难，然后慢慢呢，就是会这个得到这个修行的这种境界。所以门峰仁波切也是先观察修，然后再按住修。所以现在我们这样的修行叫做是观察修，就分别来进行这个修，并不是心要按住，心里面一直要想。一会儿就是可能你的分别量过去，那个一会儿呢又把这个赎回来，就是又把它就是强迫的让他在这个道理上这个进行这个思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行。好，就是下面就是回向这个3根回向给一切众生，所能得于他们智慧吧，他们的等难怕是成就的，万一就都如啊都说。Bandara Badna Sadardha Bandara Badna Sadardha Bandara Badna Sadardha